要交保护费的孩子，未来是会被利用离职，到最后被人家弃职，这不应该是台湾的命运吗？凭什么它是保护费？国家跟国家是对等的。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就认同说法，台湾不要担心啊，应该要高兴才是。不要忘记，川普讲的保护费不是只有军事方面而已，你还要缴关税、贸易上，还有台积电。你现在花了很多钱买的是拜登政府要的，未来还要花更多钱买川普政府要的。那我们是凯子吗？如果我们真的付不起，难道川普就不保护我们了吗？国防预算今年2.45%，而共和党川普他直接盘到10%，那10%的 GDP 是2兆6，大概占比80%。税收，也就是说我们其他所有事情都不能做，不能缴国防预算。你说要买 F-35，对方就一定会卖给你的嘛？现在讲的这5000亿完全没在谱上，只是单纯赖政府担心美国有依赖论，所以才丢出来的蜜糖，希望能够讨川普的欢心。这不就是这个缴钱洗地？而且还没真的缴钱，是喊价而已哦。大家以为我们跟韩国跟日本是一样吗？都不一样哎。日本跟韩国是跟美国有签防疫条约，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任何的契约。讲难听一点，有契约都还不见得能保护你呢，更何况是没有契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们最近打算花150亿来做军购啊，那我们美其名曰是军购，事实上就是实质的保护费。国家跟国家是对等的。你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选出的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面公然的倡导14点和平宣言里面所提到的民族自决，那个是今天台独理论奉为圭臬的部分。而民族自决的基础条件是什么？是民族平等共同相处。很多人就认同了保护费的说法，那包含像是资深媒体人黄伟汉他的说法，他说川普的保护费啊，那他就讲到今年呢，川普在接受彭博专访的时候，他就讲到台湾 should pay the US for defense， 台湾应该要付防护费给美国，而且大家就认为说这就是个保护费。不过他认为说这不是保护费，因为川普已经当选，那保护费什么意思呢？也让大家来讨论。第一个叫不给钱我就揍你，就是流氓收保护费，只收钱不提供保护。第二个叫做给钱我就罩你，黑道收保护费，缴钱之后保平安。第三个是给钱我有货可以卖，卖民航机卖武器。第三种啊，就要看的是卖的是什么。那其实台湾不要担心啊，应该要高兴才是啊。第一个是我国的国防预算哦，今年是2.45%，那已经是非常高了。其实我有算过，从106年开始哦，到现在114年的预算增加了80%哦，2600多亿的这个增加。其实民主党他觉得增加到3%，他们就可以接受，可是看起来共和党认为至少5%，而且川普他直接谈到10%。那10%的 GDP 是多少钱呢？是2兆6。那我们的每年税收是大概占比80%，也就是说我们其他所有事情都不能做了，那就只能缴国防预算。那这是我们要的生活吗？第二件事情，实际上这是我方自己提出的，就有点像是说赖清德担心川普不喜欢他，因为呢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有跟蔡英文打电话，就第二任呢到现在呢好像都要从美国的大使于大雷就去递交一个贺函，然后再转交。那他可能很担心，就是说会有所谓的共和党对于民进党这几年过于贴近民主党这件事情有报复心态，所以才主动的提出了一个那我们要买5000亿军购的计划，那里面包含了想要购买 F-35。那 F-35岂是你说要买对方就一定会卖给你的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完全是我方个人的看法，但美国他只是觉得说哇，你很有诚意，你可以交出5000亿，所以现在讲的这5000亿完全没在谱上，所以这只是单纯赖政府担心美国有依赖论，讨厌赖清德，然后所以才丢出来的一个蜜糖，希望这样子的做法能够讨川普的欢心。这不就是这个缴钱洗地的概念吗？而且还没真的缴钱哦，对，他只是喊价而已哦。而且我想要问，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机种哈，包括 IDF， 包括幻象2000，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有的 F-16， 原本的 A、B 后来升级到 C、D 的部分，再加现在还延迟交货中的 F-16V。那洛克希德马丁他们要再产出产线有 F-35， 预计要10年的时间。那请问我们现在去买这个 F-35， 那要买几台？那什么时候交货？这些都应该是要在考量之内的可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所释出的新闻里面完全没有评估这些项目，好，就只是丢出一个5000亿，然后呢塞一些听起来很棒的武器，然后呢想要让大家觉得说这个钱不是拿去浪费。可我们回顾看到拜登他在这4年内卖我们的武器，你可以很清楚的从军购上看到，他已经不再贩售这个所谓的大型的武器给台湾了，他主要是在增加台湾现有的武器上面，在增加它的功能性以及台湾的各种
种基础建设设施上面的提升。那过去川普他曾经卖 F16V 起架跟 M1A2 的战车，那这是过去川普时期。那但是经过乌俄战争之后，美方对台湾台海作战的包含灰色地带想定还是跟过去一样吗？它可能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川普上任之后也不一定会依循他过去4年任内的这种军购方式，所以这完全是我方的提案，对方有没有买单你是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只是做一个宣传，想要去讨好川普而已。所以当时我看到了伟阳哥的说法的时候，其实我是黑人问号，说真的，因为他这样等于是说，对我们交给美国保护费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就该心甘情愿，那改叫税共好了，比较快了。好，我就问啊，我们现在飞行员的训练呢？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在当兵？然后多少人是能够再拨出来去开 F35的？其实我认为我们现在部队的情绪是非常 upset。对，它就是在整个管理上面，因为呢，它有好几个原因哈。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第一前线部队的编线比是非常低的，只有60%几而已，所以他们必须要负担很高的工作。太夸张了吧？对，那他们为什么每次都说编线比有80%到90%？因为他们把办公室里面的人员全部算进来，然后再来，因为我们的义务役从4个月延长到1年嘛。对。那请问谁来带他们？那就是志愿役啊！志愿役除了原本的工作之外，他还要再负担从4个月的这些义务役，然后带他们1整年。所以呢，他们本身的工作的 loading 也变大了。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国军这个退伍的情形，其实我们从预算上面就可以看到了，每年在减少5000人，所以我们的人越来越少，工作越来越多，然后还要管更多的人。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每一个人的压力很大，那可能还会有什么霸凌、性骚啊，各式各样的问题。那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压迫。我们在还没开战的时候，我们部队就自行减3分之一，这数字也太惊悚了吧？所以为什么美方希望可以设立全韧性委员会，就是希望从不同的渠道里面去拉出更多的人来，就有点希望台湾回到动员戡乱时期啊，就回到蒋公时代。所以把蒋公当偶像的是赖清德。各位不要忘记哦，川普讲的保护费不是只有军事方面而已，你还要缴更多，比如说关税或者是贸易上，还有台积电。老实讲，保护费遥遥无期的无底洞啊，就是你不知道川普要的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付不起，难道川普就不保护我们了吗？川普在他上一任任期，他就压迫韩国提高军事基地的费用，要到5倍。以他的这个作风，他一定会要求台湾提高。可是任何专家都说做不到。多年来，美国一直希望台湾提高到3%，我们都做不到。不可能做到10%呢？而且最重要一点，大家以为我们跟韩国跟日本是一样吗？都不一样哎。日本跟韩国是跟美国有签防疫条约，他们有驻军哎。我们呢，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任何的这个契约。讲难听一点，有契约都还不见得能保护你呢，更何况是没有契约。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过度盲目的乐观，或者是觉得只要我付钱，什么都可以。就军费跟保护费怎么会画上等号？两个概念。而且政府不敢出来强力澄清，然后当只要本之一保护费说不是保护费是军费，可是呢侧面又在放消息说，哎呀这就是换取保护费，婊子力贞节牌坊吗？你现在花了很多钱买的是拜登政府要的，未来还要花更多钱买川普政府要的，那我们是凯子吗？我们有这么多钱吗？今天在赖清德、沈伯洋这群人的把持之下，我们台湾已经越来越悲哀了。从要交保护费的凯子，未来是会被人家利用的棋子，到最后被人家弃子，这应该是台湾的命运吗？